連續下雨，多肉到底要不要搬進屋？先別着急搬，決定搬不搬，先檢查這4個地方。這些畫面都是我實際養護多肉時拍攝的記錄。我會依次檢查盆土和排水、葉片和葉心、盆距和通風，以及雨後的溫度。檢查完成以後，再決定怎麼處理。第一，檢查盆土和排水。盆土表面看起來已經乾了，不代表花盆內部已經乾透。先把花盆拿起來，感受一下重量，如果明顯比平時重，說明內部可能還保留較多水分。然後檢查盆底排水孔，如果盆底長時間潮濕或者澆水以後排水速度很慢，就不適合繼續反覆淋雨。這時最重要的不是馬上補水，而是讓盆土逐漸排出多餘水分。第二，檢查葉片和葉心。有些多肉的葉片排列緊密，雨水很容易留在葉片縫隙和葉心裡面。但如果積水長時間不乾，周圍又悶熱，沒有空氣流動，葉片出現異常的風險就會增加。發現葉心有明顯積水，可以輕輕傾斜花盆，讓水自然流出。越要注意積水能不能及時乾掉。第三，檢查盆距植物周圍。如果花盆擺得太密，葉片相互遮擋，空氣就難以從中間通過。可以適當拉開盆距，給葉片和花盆之間留出空間。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建議把所有的多肉搬進室內以後再緊緊堆在一起。遮雨不等於蒙養。第四，檢查雨後的溫度。更需要注意的是，连續下雨以後馬上出現高溫、高濕和通風不足，盆土長時間潮濕，溫度升高，空氣又不流动，這幾個條件同時出現，多肉發生異常的風險會更高。所以決定搬環境會不會迅速變得高溫、悶濕。4項檢查完成以後，可以分成3種情況。第一種，排水正常，盆土不会長時間潮濕，周圍通風良好，可以保留原來的位置，繼續觀察。第二種，盆土已經濕透，或者葉心容易積水，可以暫時移到通風的遮雨位置。第三種，如果已經出現異常掉葉、茎部變色、異味或者葉片異常軟爛，就不要繼續淋雨，需要進一步檢查茎部和根部。這裡說的遮雨位置，重點是既能避開持續降雨，又能保持空氣流動，不是完全封閉、悶熱的房間。先看盆土和排水，再看葉心、積水，然後檢查盆距和通風，最後看雨後的溫度。需要保護時，優先選擇通風的遮雨位置，不要看到下雨就全部搬，也不要讓濕透的花盆反覆淋雨。你的多肉遇到连續降雨時，最容易出現什麼問題？是掉葉、葉片變軟、出現黑斑，還是盆土一直不乾？歡迎評論區告訴我。下一期我們繼續講多肉淋雨以後最先需要檢查的3種異常信號。